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一辈子活得糊里糊涂，遇到倒霉的事就怨老天爷不公，遇到好事就以为是自己运气好。告诉你，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易经里头没有偶然这两个字，你为什么偏偏生在这一年这一月，而不是早几天晚几天？这里头没有秘密，全是你自己前世带来的气场在运作。你的农历生日就是你前世善恶的一份成绩单，也是你这辈子人生剧本的开场白。今天我就一个月份一个月份的给你们讲透，你们把耳朵竖起来，对号入座。很多人以为算命看月份是江湖术士胡编的迷信，其实不是。易经讲得非常清楚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你想知道前世种了什么因，你就看你这辈子承受的是什么果。这不是迷信，是规律，是天地间运行了几千年的法则，一点都不会算错。我们先从春季说起，也就是农历正月、2月、3月、4月这4个月出生的人。正月生的人前世是个秀才，你们自己摸摸良心，是不是觉得这辈子运气还算可以？哪怕遇到大坑，总有人伸手拉你一把。这可不是你这辈子生得好，那是你前世修来的。易经坤卦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这句话千万不要小看正月生人。前世是个广结人缘、行善积德的热心肠，哪里路坏了，他带头修，哪里有人饿肚子，他省下口粮接济。因为你前世给别人方便，所以今生老天爷就给你方便。但我告诉你，越是这样的人，越要小心一件事。易经的道理，物极必反，福报如水，用一分少一分。很多正月生的人觉得命好，就开始骄傲，不可一世。你要晓得，你现在享受的是前世存下的存款，只取不存，离坐吃三空就不远了。正月生人，切记4个字：不可刻薄，对人苛刻，对事计较，对钱小气，对自己过度宽容。一旦变得刻薄，那个福报漏得比谁都快。易经谦卦告诉我们，谦虚是64卦里唯一6爻阶级的卦。你只要保持前世秀才的厚道之心，这辈子的好日子就还长着呢。2月生的人，前世是个游荡之人。你们有个最大的特点，坐不住，心像那个猴子一样跳来跳去。前世喜欢吃喝玩乐，甚至赌博流连声色场所，那个玩心带到了这一世。所以你看2月生的人，今生往往没有固定职业，换工作像换衣服一样勤快，跟父母兄弟那个话不投机，说不到2句就争吵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前世都在外面游荡顾家，那个缘分自然就薄了。但2月生人有个好处，讲义气，毕竟混过江湖，懂得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所以朋友缘倒是不错。2月生人如果不修行，这辈子就是个漂泊命。易经颂卦讲不容琐事，人要懂得安定，不能老是飘。你要把前世没尽到的家庭责任，这辈子老老实实补上，找一件正经事，沉下心来做个10年20年，那个游荡的习气才能转过来。老祖宗有句话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你先把自己扎根，心才能定得下来。3月生的人，前世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，脑瓜子通常很灵光，反应快，这都是前世的福报带来的。但麻烦在哪里？前世虽然有钱，
那个财富的来源和用途不太干净，可能钱来路不正，或者花在了奢靡享乐上。所以这一世3月生的人虽然聪明，往往守不住财，或者身体上有些小毛病，把赚来的钱又送给了医院，这叫财多身弱的果报。3月生的人最忌讳的就是算计，因为前世可能算计太多了，今生如果再用小聪明去占别人便宜，那个报应来得很快。易经系辞传讲善不急不足以成名，恶不急不足以灭身。你要把聪明才智用到正道上，用到利益他人上，不要总想着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口袋，只要把利己转成利他，前世那个大财主的福报才能真正被激活。4月生的人前世位高权重，这辈子劳碌还债，听起来稍微扎心，但良药苦口。4月生人前世掌握话语权，在官场或社群里有影响力，但坏就坏在有了权力就开始压人，不尊重人，感恩天地，把人当牛马使唤。易经牵卦说得好，地中有山，山本来那么高，却潜藏在地底下，这才是真正的谦卑。前世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这一次调过来了。4月生人往往比较辛苦，是个操心命，明明没少干活，得到的回报往往不如别人，甚至有一种饿不死但也发不了大财的感觉。4月生人不要怨天尤人，不要叫冤，你每流的一滴汗都是在洗刷前世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慢。这辈子怎么修谦卑，看到谁都客客气气，多干活少说话，特别是修身养德。如果你能心甘情愿的吃苦，不抱怨，把那股傲气磨平了，你的后福大得很，因为底子好。只要把那个漏洞堵上，富贵气自然就回来。好，春季这一组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讲夏季5月到8月这几个月更有意思。里头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大功德故事，还有一个念经念到一半的遗憾。5月生的人前世在黄鹤楼前天天摆着茶摊，供人免费饮水，大热天，来来往往都是赶路的，做苦力。你前世就在那里，来，喝口水，不要钱，就这么天天守着，看着别人解渴，你心里高兴，这就叫无相布施。易经太卦讲天地交而万物通，你向外流出善意，善意就会流回来。你前世解了众人的渴，这一世老天爷就帮你解渴。所以5月生的人往往一生受人恭敬，而且子孙有出息。你的孩子为什么好？因为你前世积的那个德像水一样流到了子孙身上，这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具体呈现。5月生人这辈子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持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福气了可以翘尾巴，那个茶摊的精神不能丢。现在虽然不用去黄鹤楼摆摊，但在公司里，在社会上多给别人一个笑脸，一句暖心话，这都是在延续前世的那杯茶。6月生的人前世是家财百贯的大户，喜欢用财物救济穷苦之人，财布施的功德是实打实的。但注意听，因果法则是极其精密，绝不会算错一笔账。你在行善的过程中出过一次大疏失，给食物与人导致对方中毒，好心办了坏事，让人家身体受损，甚至送了命。所以6月生的人这一世往往富裕，不缺钱花，这是前世财布施的果报。可是身体上往往有大隐患，容易得神经系统的毛病，或者有中风偏瘫的风险。为什么？
因为你前世让人家中毒，那鼓励的反作用力，这一世回到你身上来了。易经讲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你种下什么就收获什么，两条线是分开的，不能拿这条线的好去抵那条线的坏。6月生的人怎么修？多放生，多照顾病苦的人，把前世伤害众生肉体的债，用爱护众生肉体的行动还回去。7月生的人前世根基很深，是信仰宗教、诵经礼佛的修行人，手里拿着念珠，嘴里念着经，心里装着佛菩萨，这个种子种得很深。但为什么这一世少年多受苦磨难？易经蒙卦讲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磨难不是惩罚，是养正。因为前世修行把大的恶业都挡掉了，剩下一点渣子，就在年轻的时候让你受点苦，把它抹干净。所以7月生人年轻时往往怀才不遇，家庭环境也不太好。但别急，只要熬过那个劲，到了中年自然受人提携，前世修行的福报种子开始发芽，事业顺了，子女贤，家庭也和睦了。7月生人千万不要在年轻吃苦的时候就放弃，甚至埋怨老天爷为什么不保佑我。你要知道，那是把你锻炼成金刚不坏之身的过程。易经鼎卦讲以木训火烹饪也，要成就大事，必须经过火的锻炼。这辈子既然有前世修行的缘分，赶紧把那个根续上。前世修得好，这辈子接着修，那个富贵就不只是世间的富贵，而是出世间的大智慧了。8月生的人，这个案例是我觉得最有警示意义的，是给所有有志之人的一记警钟。8月生人前世了不起，会诵10藏经，是大知识分子或者大法师，经文背得滚瓜烂熟，道理讲得头头是道，但是只有4个字把你毁了，中途而废。修到一半不想修，经念到一半跑去玩了，发了愿又后悔了。所以这一世8月生人往往脑子极好使，可是做事常常无缘无故夭折。明明看着要成功了，啪断了；明明谈好的事情黄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前世就是个半途而废的人，你种的就是个断头的因，怎么能结出圆满的果？而且这辈子居所迁移，多次漂泊不定，身心不安。8月生的人这辈子要修的就是2个字：坚持。易经横卦讲恒久也，恒久是天地之道，哪怕是扫地，你也给我坚持扫10年；哪怕是念一句善念，你也给我念到底，绝对不能再跳来跳去。要把前世那个断掉的链子给它接上，同时多做放生护生的善事，化解那个伤害生命的业力，不然这一世你还是个聪明的一场空。夏季这一组讲完了，里头的道理告诉我们，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，哪怕是做善事做到一半走神了，都会在来世留下痕迹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秋冬这一组，9月到12月。秋天是肃杀，是叶落归根；冬天是收藏万物归藏。这几个月出生的人，前世带来的阅历往往比较深沉，性格上也比较内敛或者刚硬。9月生的人，你们自己反省一下，是不是脾气特别硬？认准了一件事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前世是大将军，提着脑袋在战场杀，必须刚强，必须令行禁止，心必须像铁一样硬。这种刚烈之气，虽然保家卫国是功德，但也形成了一种很重的习气，带到了这一世。
优点是有独立之气，不求人，骨头硬到老，受人敬重，但坏就坏在对妻儿缘分薄，因为你把战场的作风带到家里来了。老婆孩子是用来疼的，不是用来命令的，那个煞气太重，家里那个温馨的磁场就被你冲散了。9月生人这辈子的修行核心就一个字，柔。老子讲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乎？你能不能练得像婴儿一样柔软？易经的道理，柔克刚，弱胜强，水是最柔软的东西，但水能穿石，你要学会低头，学会认错，不要把家当战场。如果你能把那个刚化成柔，哪怕只有1分，后世就是家庭和睦，家财万贯的大福报。否则你就是个孤独的英雄，苦得很。10月生的人，前世为人非常忠厚，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员外，或者是专门在官场上做引荐的权贵忠厚是有，但可能因为地位太高，或者门户观念太深，导致不与人交集往来，把自己封闭在高高的围墙里头了。所以这一世你肯定能发财，因为前世有富贵的底子。可是兄弟不睦，朋友疏远，你有钱，但是没朋友，有亲戚但不走动，心里那个孤独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前世就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这一世大家也就离你远远的。易经女卦讲女道，你要走出那个幽闭的世界。10月生的人不要光顾着赚钱，钱是身外之物，带不走。孔子讲礼之用，和为贵，赚到钱了，多打个招呼，请大家吃个饭，分一点利给别人，把那个高冷的姿态放下来，你的富贵才能长久。否则就是穷的只剩下钱，那也是一种悲哀。11月生的人，我见到太多了，很多艺术家、工匠大师，或者那种特别安静的技术人才，都是这个月生的，这可不是偶然。11月生人，前世是个修功积德、以谦卑为本的僧侣，在寺庙里抄经、画壁画、雕佛像，或者做一些利益众生的细致活。出家人那个专注和定力修得好，所以练就了一身好本事。待到这一世，你就变得安分守己，不喜欢在社会上乱搞，不喜欢勾心斗角，但有一方面特别厉害，手特别巧，悟性特别高，学什么像什么。晚年为什么可得尽享富贵？因为前世是修行人，不求名利，所以那个名利的果报来得比较慢，它是随着你的积累成熟自然而然带来的。这就叫花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易经顶卦讲以木巽火，烹饪不断的煮，不断精进，最后那锅汤才是最香的。11月生人，你们是带着任务来的。既然前世修了那么多功德，这辈子千万不要被花花世界迷了眼，把你的技术练到极致，用它来造福社会。这就是在继续前世未完成的修行。12月生的人，这个案例最复杂，也最让人警醒。这是典型的善恶交杂的例子。前世是个养牛卖牛的人，为了生计，把养大的牛卖给了屠夫。大家晓得牛是最有灵性的，被卖的时候是流眼泪。你为了赚钱，出卖了有灵性的生命，结下了深重的业缘。但是你后来良心发现了，或者因为某种机缘出家行善，把卖牛赚的钱拿来布施，甚至自己苦修，那个忏悔心感动了天地。善报是什么？今世一生丰衣足食，寿命延长，甚至子孙满堂。这是你后来行善的功德。
恶报是什么？眼睛容易出问题，视力不好或者得眼疾。为什么？因为牛被卖被杀的时候，那眼睛里的恐惧和怨恨，你作为推手要承担这个果，哪怕你后来修得再好，这个具体的债还是要还。12月生人，你们要懂功过不相抵的道理，不要以为做了一件好事，之前做的坏事就没了。这一世怎么解？多放生。既然前世是因为出卖众生肉身而造业，今生就要救众生性命来还债。特别是看到那些要被杀的牛羊，能救一命是一命，同时保护好你的眼睛，少看健康的画面，多看正面的东西，这就是最好的护眼法。好，12个月的前世密码我们都解开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不管你是大将军还是卖牛郎，不管你是秀才还是游荡之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。每个人来这个世上都是带着一些漏洞，带着未完成的功课来的，这就是轮回。但是轮回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？不是你前世是谁，而是冤冤相报，生生不息。我要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听得我背脊发凉，又让我豁然开朗。他把夫妻之间那个缘字讲得淋漓尽致。世间最难还的债就是情债，多少人被这个情字困死了一辈子。你们看现在社会离婚率那么高，两口子在家里打得不可开交，互相恨不得把对方吃了。很多人就跑来问我，曾老师啊，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了他什么？为什么这辈子他这么折磨我？这里头有个非常典型的案子，我叫他邻居式的故事，你们听听看，这像不像是在说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？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快60岁的老太太，我们叫她邻居式。信佛多年，看着慈眉善目，但心里那个苦水多到能淹死人。她见到了一位很有修行的悟远老和尚，那个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。她哭什么呢？她说，师父啊，我这辈子过得太苦了。她20几岁就结婚了，嫁了个丈夫，按理说结了婚该好好过日子吧，没有。她说她这几十年从来没尝过什么叫家庭幸福，什么叫恩爱夫妻。那个丈夫对她只有2样东西，暴躁和暴力。最让她崩溃的是，这个丈夫是个双面人，在外面是公认的大好人，帮邻居干活，对同事客气，谁提起来都竖大拇指。哎呀，邻家那口子真是个老实人啊。可是一回到家门关，那个脸变得比翻书还快，对他非打即骂，稍不如意，那个拳头就飞过来了。邻居是就这样忍了30多年，他想，我都当奶奶了，快60了，他脾气总该改了吧？没有，照打不误。他实在想不通，就问悟远老和尚，师父，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，我也在念佛，我也在行善，为什么老天爷要派这么个人来折磨我？我到底欠了他什么？老和尚入定片刻，叹了口气，把那个前世的因缘给他说清楚了。老和尚说，你不要觉得委屈，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你现在受的苦，都是你以前亲手造出来的。真相是什么呢？再上一世，邻居是并不是个受气的女人，她是个男，而且是个很有钱的富商，家里妻妾成群，日子过得很滋润。但这个富商生性风流，贪得无厌，他看上了家里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佣，那个女佣地位低贱，卖身到府里，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。这个富商就起了歹心，强行把这个女佣给占有。占有了以后，
还花言巧语的骗他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听话，以后我找机会纳你为妾，让你过好日子。过去的女人讲究从一而终，既然身子都给了你，那就盼着有一天能有个名分。可是这个富商根本只是玩玩而已，高兴的时候就把女佣叫来，不高兴的时候把气全撒在她身上，非打即骂。那个女佣活得连狗都不如，欲死不成，欲走不能，想死怕连累家人，想走卖身契在人家手里。她就这样在痛苦、屈辱、绝望中熬了一辈子，直到死的那一刻，那个纳妾的承诺也没兑现。你们想一想，一个人临死前带着那样刻骨铭心的怨气和恨意，那个能量有多大？他在心里发了毒誓：我恨你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也要让你常常被人欺负，常常被人毒打，被人当玩物的滋味。画面切回到今生，那个带着满腔仇恨死去的女佣，这一次投胎成了谁？没错，就是邻居士现在的丈夫。而那个风流欺人的富商投胎成了谁？就是现在天天挨打、天天哭诉的邻居士。你看这个剧本，老天爷写的精不精彩？角色互换，前世你强壮，他弱小；今生他强壮，你弱小，前世你骗他，今生他打你；前世他有苦说不出，今生你有苦也没处说，因为他在外面是好人。老和尚就指着邻居士说：你看看你自己，性格外向，工作能力强，像个男人，这就是你前世做富商的习气还在。而你丈夫呢，为人本分，喜欢干些洗洗涮涮的家务活，那正是他前世做女佣留下来的习惯。老和尚最后一句话像锤子一样砸在他心上，他在遭受女佣当年的痛苦，他在向你发泄前世积累的怨恨。正所谓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邻居士听完那一瞬间，几十年的委屈突然就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懂了。她以前觉得是丈夫对不起她，现在知道是自己对不起人家。她哭着跪下忏悔：师父，我相信这是真的，我真是自作自受，我再也不怨恨他了。各位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？你们很多人在婚姻里受了气，就去找心理医生、找律师，跟朋友吐槽，那些都是治标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根本问题是你的业。如果你们家里也有一本难念的经，也有一个怎么看都不顺眼的冤家，你们先别急着发火，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我是不是也曾那样伤害过他？易经讲反身修德，一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夫妻之间不是报恩就是报怨，报恩的恩恩爱爱，怎么看怎么顺眼；报怨的那就是你欠了他的，既然欠了，那就还了。邻居士如果不懂这个因果，就会带着怨恨死，下辈子再找他报仇，那生生世世就没完没了了。这就叫轮回苦海。现在他懂了，他心甘情愿的受不起怨恨心，这笔账就在这辈子结了。这是因果的可怕，也是因果的功德。但是光知道因果还不够。有人问我：曾老师，那我算出来了，我确实欠了他的，难道我就得天天让他打？有没有办法能改命？能不能把这个恶缘给他解开？当然有。易经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易者变也。什么叫易经？易经就是告诉你，一切都可以改变，一切都在变动之中。如果命不能改，那我们学易经干什么？那孔子
晚年尾边三诀苦读易经干什么？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干货，我要教你们3招具体的修心法门。不管你是想改财运，还是想化解夫妻恶缘，照着这个做，比烧香磕头管用10000倍。第一招，忏悔法，这是命运的橡皮擦。很多人不懂忏悔2个字的意思，有的人跑到佛菩萨面前磕3个头，说句我错了，扔点香火钱，觉得这事就平了。那是做生意，那是贿赂，那不管用的。真正的忏悔是什么？忏是坦诚承认，我以前做错了，我不遮掩。悔是改往修来，发誓以后绝对不再犯。怎么实操呢？找个安静的时间，每天晚上睡觉前10分钟就够。你哪怕坐在床边上闭上眼，继续忏悔法的实操。你闭上眼睛，把今天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过一遍。有没有对人不耐烦？有没有说了伤人的话？有没有起过贪心、嫉妒心、傲慢心？一件一件的想清楚，然后在心里真诚地说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这种念头不好，我愿意改。不用大声，不用跪下，不用烧香，心里说就够了。因为心念是最真实的，比任何形式都管用。易经复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不远复，无否，悔原急。意思是犯了错，不要走太远，就赶紧回头，这是大忌。人不怕犯错，怕的是一直走，越走越深，最后回头的路都找不到了。忏悔法坚持做最快3个月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那些让你睡不着觉的烦心事开始慢慢变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主动还账，不等债主上门来讨。第2招，布施法，这是命运的放大器。布施这2个字，很多人一听就皱眉头，以为是要你捐钱。没钱怎么布施？大错特错。布施分3种，财布施是用钱财帮助别人，但这只是最低级的一种。法布施是把你知道的有用的知识、技能、智慧分享给别人。这个功德比财布施大。无畏施是给别人安全感、勇气、鼓励，让那个害怕的人不再害怕。这个功德最大。你没有钱，你可以法布施。你今天教会了同事一个技巧，你今天跟一个迷茫的年轻人讲了几句真心话，这都是法布施。你没有钱，也没有什么技能，你可以无畏施。你今天对一个哭泣的人说，没事的，你可以，这就是无畏施。易经易卦讲损上益下，民说无疆。你把自己的一部分给出去，得到的回报是无边无际的民心，是无量的福报。布施的奥秘在于，你给出去的越多，留回来的越多。这不是鸡汤，这是能量守恒定律在人事层面的体现。但有一点要警告你们，布施不能带着目的。你要是心里想着，我今天捐100块，明天股票涨，这叫交易，不叫布施，功德折扣，甚至没有。真正的布施，给出去就不要想着要回来，这才叫无相布施，这才是真正的种福田。第3招，转念法，这是命运的方向盘。这一招很多人听了都觉得简单，但做起来是最难的，因为它要改变的不是你的行为，而是你的起心动念。易经的根本逻辑是什么？是吉凶悔吝，生乎动者也。你所有的吉，所有的凶，根源都在你那个动字上，就是你的念头一动，念头对了，吉；念头错了，凶。具体怎么操作呢？就是每次你起一个念头的时候，给自己一个停顿，
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个念头是利己还是利他的？这个念头如果付诸行动，会伤害任何人吗？10年后的我会为这个念头感到骄傲还是羞耻？你不用每个念头都这么问，先从那些让你情绪激动的念头开始练。比如你要骂人的那一刻，停下来问自己这3个问题。比如你要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那一刻，停下来。比如你看到别人有钱有地位，心里升起嫉妒的那一刻，停下来。这个停顿就是在夺回命运的方向盘。国家有句话叫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念头起来可怕，可怕的是你不知道它起来了，任由它带着你走。转念法就是训练你的觉察力，让你能在念头刚升起来的时候就看见它，然后你才有机会选择是跟着它走，还是换一个方向。3招合一是一个完整的修行回路。忏悔法是清除过去的债，把旧的业消掉。布施法是积累未来的福，把新的善种下。转念法是把握当下的心，把当下的方向握住。过去、未来、当下3个维度全部照顾到了，这才是真正完整的改命之道。最后我想说一句话，压轴的话，很多人学了易经，学了因果，最后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整天算命，整天怕这怕那，整天担心自己命不好的人，这是学差了。易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是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是主动的、积极的、心甘情愿的去改变自己，去创造命运，而不是被命运牵着鼻子走。你的出生月份告诉你的是你从哪里来，带着什么功课来，但你这辈子最终走到哪里，不是月份决定的，是你每一天的起心动念，每一个选择决定。易经讲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你现在觉得命苦，那是穷。你今天开始改，那是变。改了之后路就开了，那是通。一直保持这个状态，那是久。所以你的命运从今天你听完这番话的这一刻起，已经开始变了。